乔洛借着自己的信息素将何真带走，到了实验室，他帮何真擦掉脸上的字画。何真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何真抹着眼泪摇头，不怪你，是他们的错，我只是经历过一次，但是你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。何真一把抱住了乔洛，乔洛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啊？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，但听到何真的话，乔洛还是心头一暖，他也回抱住何真，我没事，别担心，估计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乔洛想到了袁彻，可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只是说要帮他解除婚约，再多的不就太过麻烦了。乔洛想到了自己才做的药剂，有了打算。放心，以后我们都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了。晚上，乔洛没有回家，而是就待在实验室，在试验了3遍之后，确保这初级的药剂确实具有一定的治愈力，而且还没有副作用。他打算一早就拿着这药剂去找所长，让所长能够重视他们。所长重视，其他人才不敢再动他和何真。然而第二天一早，乔洛在所长办公室门口等了好久，好不容易等来了人，没等他开口，所长就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乔洛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也有话要跟你说。乔洛跟着所长进了办公室，所长头一次这样和颜悦色的跟他说话。乔洛，你在研究所的表现，我们也看在眼里，你是个不错的药剂师，只是你毕竟是个 Omega 早晚要回归家庭，现在陛下为你和霍上将的儿子指婚，我想你还是先回去准备婚事吧。乔洛有些不敢相信，所长，您这是？他拿出手里的一小瓶药剂，所长，我们的项目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，您可以派人来试一试这个项目。乔洛，我想你可能一直没有意识到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项目没有太重视。所长喝了口茶水，慢悠悠道，能研制出药剂固然好，但这对帝国来说完全没什么必要。Alpha 的精神力本来就应该由 Omega 来安抚治愈，比起药剂来说，这可不需要任何成本。一时之间，乔洛被震惊的脑海一片空白，而所长还在说，现在信息素具有治愈力的 Omega 虽然不多，但一个 Omega 可以治愈很多 Alpha。至于药剂那种东西，就算做出来，能取代 Omega 吗？就算能取代，那些 Alpha 选择 Omega 还是选择冷冰冰的药剂，这些你都有想过吗？乔洛完全没想到，帝国竟然已经将 Omega 舍弃到了这一步，这完全不是把 Omega 当人，而是一个工具。乔洛感觉到遍体生寒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所以回去吧，这是在明确的劝退乔洛了。我会派人把合同给你，签了合同就不用再来了。研究所毕竟归属于帝国，不是所长一句话就可以将乔洛辞退，要彻底离开研究所，还要办理一些手续。乔洛已经对这些领导死心，但他绝不会放弃，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。乔洛没有答复，而是径直离开了研究所。他选择进皇宫找太子殿下。要说乔洛以前的身份，当然是不能随意进皇宫，但现在他算是霍上将家的人，勉强够得上资格。只是他也只来过皇宫一次，上次还是有人引领，这次他自己去。偌大的城堡内，他根本不知道太子殿下住在哪里。乔洛正打算随便找一个侍卫问一下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一个熟人。乔洛立刻3步并作2步跑过去。薛燕，薛燕看到乔洛，立刻眼睛一亮，太子妃，你怎么在这？乔洛，薛燕拍了一下自己的嘴，暗骂自己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随后他连忙解释，不好意思，嘴瓢了。乔洛摇摇头，露出一点酒窝，没事，我来就是有事要找太子殿下，刚好碰到你了。现在太子殿下忙吗？我可以去吗？可以，我正要回去，我带你过去。薛燕话很多，虽然是太子的亲信，却一点架子没有，一路上想到什么说什么，轻易就消除了乔洛的紧张感。到了太子所住的宫殿，薛燕让乔洛在门口等候，你先稍等一下，我进去问询殿下。乔洛点头，安安静静站在原地，他暗自打量着周围，没想到太子殿下竟然住在这样春意盎然的地方。这一栋城堡前方是一大片花园，里面是一片淡紫色的花海，风一吹过就带来阵阵清香，这种香味让人心旷神怡，很舒服。很快薛燕就出来让他进去。走进大门，乔洛看到了正在办公桌前处理事务的袁彻。今天他那一头银白的头发随意竖起，只有几缕滑落脸侧，光影交叠下，他的脸显得更加英俊优越，心里骤然一跳。乔洛不敢多看，垂眸，太子殿下。袁彻抬头看到乔洛，温声问，怎么了？乔洛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药剂，双手捧着，将其放在袁彻的办公桌上。随后他后退半步，这是我研制出来的能够治愈和安抚 Alpha 精神力的药剂，但因为只是初级，还有一些没有克服的难题，所以暂时不能替代 Omega。 乔洛心里有些忐忑，在他心里袁彻肯定和那些人不一样，但他毕竟只见过袁彻一面，不能确信袁彻是不是真的和他想的一样。如果袁彻这边也……你是说这药剂能够治愈安抚 Alpha 的精神力？是的。找 Alpha 试过吗？乔洛摇头，没有试过真人，但对提取过的 Alpha 信息素做过多次实验，看起来有希望。乔洛立刻说出实情，
太子殿下，研究所并不支持这个项目，而且因为我的婚约，他们在劝退我，我只能找到您。袁彻面目严肃，但声音中却暗含一丝激动。你跟我来。乔洛跟在袁彻身后，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房间内，这里是太子亲卫的休息室。高大的 Alpha 们见到太子，立刻站得笔直。太子殿下，他们几个以前跟着我上战场，因为战争都留下了一些精神力的损伤，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完全。乔洛有些疑惑，他们不是有 Omega 吗？帝国的法律下 ，Omega 必须跟随在 Alpha 身边。战场残酷 ，Omega 大多脆弱，他们的 Omega 都……乔洛垂下头，没有再多问。不是所有人都将 Omega 当个工具，对有些人来说 ，Omega 是他们的家人、爱人。乔洛一开始申请这个项目，想要研制出药剂，主要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再看低和他一样处境的 Omega。药剂研制成功，他们就不会再受任何人的贬低和嘲讽欺凌。但现在，他更觉得这个项目意义宏大，不只为了他们，也为千千万万个 Omega。这药剂怎么使用啊？就像喷雾一样，对着腺体喷一下就好。袁彻将药剂给那几个亲卫，亲卫按照乔洛说的做，随后乔洛拿回药剂，5分钟左右就可以见效。袁彻点头，那先坐下休息一下吧。袁彻为乔洛拉开一个椅子，乔洛坐上去，袁彻坐在一边，3个亲卫还站在那里看着他们，大眼瞪小眼。袁彻轻咳一声，你们也坐，不用太拘谨。不，殿下，我们出去等。亲卫们看见乔洛，就想起薛燕在他们耳边说的八卦，此时亲眼看到太子殿下对乔洛的不一般，他们都十分有颜色的退了出去，把房间留给2人。袁彻有些无奈，但刚好他也有话跟乔洛说，于是他默许了他们的动作。等人都出去了，袁彻说道，研究所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人去说。乔洛，你很好，如果这药剂能研制成功，你将留名青史。乔洛被说得微微脸红，我也不用留什么名，我只是想改变一些事情，婚约那边我已经在安排了，要不了多久，你的婚约就可以解除。多谢太子殿下。话音落下，一世寂静。袁彻看着眼前的 Omega， 还能闻到对方身上淡淡的药味。自从上次一别，他发觉自己竟然格外想念这个味道，而且只要想到这个味道，身体就会有所反应。他有查过其他 Alpha 对乔洛信息素的反应，不过他觉得倒不是因为乔洛的信息素太具攻击力，而是那些 Alpha 承受不住乔洛信息素的治愈力，是他们太弱，乔洛太强，而他遇到乔洛正好，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天作之合吗？你的信息素。沉默半晌后，袁彻刚开口，就被闯进来的亲卫打断。殿下，这药剂好像真的有点用，我感觉自己脑海里乱糟糟的一团，好像被梳理了一样，虽然只有一点，但是还是觉得很清爽。是啊，殿下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这让我想起了我的。殿下，这药剂还有吗？以前的战友也需要这个。看到药剂真的能发挥效用，乔洛忍不住开心起来，而袁彻看到他弯起的眼睛，也勾起了唇角。乔洛记录着这些 Alpha 的反应，推断出了药剂的缺陷。现在的药剂虽然确实有一定的治愈力，但这治愈力很有限，时效也有限，距离替代 Omega 还很远。乔洛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难免有点失落。袁彻看到乔洛拿着笔，周身散发着一种蔫蔫的气质，出声安抚，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可以说你是帝国内第一个研制这款药剂的人，以后成功你就是创始者。袁彻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乔洛吓了一跳，转头才发现袁彻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他身边，甚至还微微俯身，那一头银色长发像是银河一般垂下来，带着一些冷冽的雪的气息，发丝被风一吹，在乔洛的脸颊上轻轻拂过，带起一阵痒意。乔洛抬头对上了那双湛蓝的眼睛，不由心里一跳，不自在地转过头，他压下心间的悸动，直点头，我会努力的。袁彻自然注意到了乔洛这点小动作，原本打算后退的动作停下，反而更是俯身向下，他伸出手，刻意绕了一圈，从乔洛的另一侧拿起了乔洛的小笔记本，这个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。乔洛此时相当于被袁彻半抱在怀里，这样近的距离让他不由自主的紧张，而他一紧张，他的信息素也浓郁起来，即使有隔离贴在，也泄露出了一点。袁彻本就对乔洛的信息素分外敏感，一闻到那熟悉的味道，立刻退后2步。乔洛疑惑的转头看袁彻，袁彻却已经转过身去，快到午饭时间了，你也在这里吃吧，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没什么忌口的。好，我去跟厨师说一声。说完，袁彻就离开了。乔洛只能看到袁彻的背影，刚刚发生什么了吗？袁彻话题转移的有些突然，乔洛反省了一下自己，没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，便也没多想。而走到拐角处的袁彻停在那里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第一次见乔洛，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乔洛信息素对他的吸引力，刚刚只是一个不注意，就差点让他，看来请乔洛来为他治疗的时候，他应该多做一些措施，以免自己失控，而且之后相处也要注意分寸。他刚刚也是怎么会起了逗弄人的心思呢？大概是乔洛太可爱了吧。袁彻在原地待了几秒，就缓和到了正常状态。乔洛见过贵族聚餐的场面，本以为像太子殿下这样的身份地位，用餐时
一定会在长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餐食，且左右都有人服侍。但没想到袁彻的午饭并没有铺张，反而像普通人家一样。餐厅内圆形的餐桌上不过是4菜1汤，荤素搭配，不是什么夸张的珍稀食材，但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因为袁彻刚刚去处理一个紧急事务，所以现在餐厅里只有乔洛。薛燕摆放好餐具之后，看到乔洛面上的一点讶异之色，笑着解释道：“是不是觉得跟你想象中的午餐很不一样？”乔洛点头，之前我们殿下基本上都在外面征战，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，就算回来了也不喜欢铺张浪费。殿下这边少有客来，平日都是2个菜，今日厨师终于能一展身手，多做一些，还挺高兴的。你看看这些菜你喜欢吗？如果不喜欢，我可以再让厨师做。不用，这些就可以了。乔洛倒是没有客气，我平常在家也吃得少，顶多就是2个菜，这对我来说已经很丰盛了。薛燕朝乔洛眨眨眼睛，那你和殿下很相似。乔洛，此时袁彻也回来了。薛燕离开，餐厅里只剩下乔洛和袁彻2人。乔洛站在那里看着袁彻，袁彻则是走过去帮他拉开椅子，坐吧，不用紧张。乔洛坐好之后，袁彻走向另一边，看了一眼桌子上的4菜1汤。袁彻第一次觉得是不是有点寒酸，他顿了一下，问乔洛：“这些菜够吃吗？”乔洛连连点头：“够了，多了也吃不完，不剩饭菜最好。”乔洛眼神坚定，看着袁彻，让袁彻想起了曾经在偏远星球上看到的一种动物，毛茸茸的一团，也有着这样清澈的眼睛。袁彻唇角微微勾起，那就吃吧。在太子的宫殿里蹭了一顿饭，临走的时候，袁彻让乔洛不用担心，就像以前一样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隔天乔洛依然按时按点来到了研究所。路过的同时，大概听到了昨天的风声，看到他都有些惊讶，眼底都燃烧着八卦之魂。乔洛目不斜视，径直到了实验室，将正要出门的何真吓了一跳。满脸泪水的何真都忘了流眼泪，呆呆的看着乔洛。乔洛，你回来了。乔洛已经习惯了何真的哭包属性，拿了纸巾递给何真，让他擦眼泪，然后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离开的。可是研究所里已经传开了，所长亲口赶人，让你回霍家。霍云生那个神经病，肯定不会帮你，还会落井下石，你怎么办啊？”乔洛抬手拍了拍何真的背，想了想，还是透露了一点：“放心吧，就算霍云生来了，我也可以继续在研究所工作下去。”对上何真疑惑的眼神，乔洛说：“因为我现在有靠山了。”何真还想再问，光脑忽然收到了讯息，研究所将在9点开会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到齐。何真也不哭了，9点，那不是还有5分钟？我们走吧。会议室就在他们实验室的上一层楼，所以2人也不用挤电梯，因为离得近，所以他们算是到得早的。找了位置坐下之后，其他同事也陆陆续续进来，不过他们的目光都频频往乔洛那里看去。不是已经被赶出去了吗？怎么来？脸皮好厚啊，都有婚约了，还赖在这里。这 Omega 怎么这么……是啊，能让他们进研究所就不错了，还这么不自觉。要我说 Omega 能干成什么？尤其还是那种 Omega， 谁不知道他信息素难闻，终于有 Alpha 要他了，还不知道收敛。各种各样的窃窃私语，乔洛完全可以听到。何真想开口让他们别说了，乔洛按住了他的手，没事，让这些人闭嘴没用，因为他们心里还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无视这些人就好。好在所长和副所长到来，会议室骤然安静下来。今天这个会议会很快结束，不需要做会议记录，大家注意听，让大家来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研究所将大力支持乔洛和何真负责的精神力治愈药剂项目。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阻碍这个项目进展的情况出现。明面上说的是项目，但言下之意是所有人不得为难乔洛和何真。众人都面露震惊，乔洛和何真做了什么，竟然能让所长亲自来公开维护？刚刚在他们嘴里一文不值的乔洛，现在一跃而上，这样被重视，让他们心中不由堵塞又嫉妒。所长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，这个简短的会议就结束了。散会的时候，所长又道：“乔洛，你留一下，等人都走完了。”副所长关上门，偌大的会议室只有所长和乔洛。所长脸上的表情略微复杂，几次张口都欲言又止，似乎是有什么难以开口。乔洛也不急，就慢慢等着。而所长也终于心一横：“乔洛，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，你就当没有听过吧。”“好，谢谢所长。”知道肯定是太子那边帮他解决了这件事，乔洛语气也轻快许多。他并不因为上次的事记恨所长，因为所长这样的心态只不过是大部分 Alpha 都有的，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，要想剔除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。本来做好了被小贝甩脸的准备，没想到眼前的 Omega 即便有着不一般的靠山，却也还是不骄不躁。所长重新审视了一下乔洛，第一次发现这个年轻的 Omega 确实一直都宠辱不惊，假以时日，也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了不得的药剂师。行了，回去工作吧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。出了会议室，副所长还是那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而不远处是在等待他的何真。乔洛朝副所长礼貌性的一笑，
加快脚步和何真一起走。你一个人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所以就在这里等你。不放心什么？所长吗？不是，是前面那几个人。那天他们做了那样的事，没想到还敢来。乔洛往前一看，见前面员工休息区围了不少人，其中上次在卫生间找事的那几个以科月为首的 Omega 正站在那里朝他们这里看。这些人又想干什么？乔洛微微皱眉，但这么多人，他不觉得对方还敢那样做，所以他拉着何真大大方方走过去，却没想到那几个人拦在了他们的面前。领头的科月向前一步，忽然朝乔洛和何真这边鞠躬。乔洛，何真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们不应该那么做。他的道歉引起周围一片哗然。研究所的人，谁不知道科月平常有多么眼高于顶？他的祖上就是帝国的开国元勋之一，家里代代都是皇帝器重的官员，所以科月平常自视身份，从不和非贵族的人多说一句话。别说他训斥别人了，就是霸凌别人，也没人敢多说话。可这样的科月，竟然能主动给他厌恶至极的乔洛当众道歉，这么魔幻吗？乔洛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又怎么会之前默默无闻，现在忽然成了香饽饽？大家都悄悄看戏，暗暗猜测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乔洛也想知道为什么。这件事他并没有跟太子殿下说，那科月为什么会来与他们道歉？是太子殿下从其他地方知道了吗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对他来说都是好事。眼见一排 Omega 朝着他们鞠躬，乔洛看向何真，毕竟何真也是受害者，还是被自己连累的，他自己已经习惯，所以无所谓，但他更希望把是否原谅的权利交给何真。何真和乔洛对视，知道乔洛的意思，他抿了抿唇，没关系，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你放心，不会了。科月又看向乔洛，看出对方眼底隐忍的情绪，乔洛说道，你放心，你担心的那件事不会发生。科月眸光闪了闪，见乔洛和何真就这样走了，有些意外，这两人就这样走了，似乎对他们的道歉并不在意。不过紧接着他又想，也算乔洛识趣，没有再多要求什么，不然他可装不下去。要不是父亲和母亲压着他，让他必须跟乔洛道歉，他怎么可能愿意这样？不过照父母的意思，他的霍哥哥完全不会喜欢乔洛。那么又是谁在帮乔洛？乔洛还是真是好命，又能被指婚给霍哥哥，又能有靠山。不过有着那样令人嫌恶的信息素，估计好命也不过就是这一时而已。因为太子殿下的庇护，乔洛的生活不仅回到了正轨，而且还要轻松许多。虽然同事们还是会时不时将探究的目光放在他身上，或是窃窃私语，但至少没有人再来表面上为难他。乔洛干劲十足，早上6点多就起床来到实验室，晚上11、2点才走。看着药剂越来越成熟，乔洛精神头更足。中午何真叫乔洛去吃饭，乔洛这头答应着，那头却不动，还静静地盯着试管。何真再问，乔洛就说没时间吃，还是何真硬将人拉走的。食堂里，何真忍不住道，你现在不是已经有靠山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啊？就是因为有靠山才更要拼命啊，毕竟山也不一定永远就在那里。何真思考了一下，朝乔洛竖起大拇指，好有哲理。乔洛匆匆几口吃完，等何真再抬头的时候，人已经跑出几米远，不用问都知道是回实验室了。何真感叹乔洛的认真，收回眼神的时候，却看到一边走过来的霍云生，他心里一跳，立刻埋头吃饭，但没想到霍云生竟然径直向他走来，桌子被敲了2下，何真不得已抬头，听霍云生问道，刚刚那个是乔洛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何真不搭理霍云生，霍云生冷笑一下，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何真一慌，怕霍云生又要去找乔洛的麻烦，他抛下自己只吃了一半的饭，准备追出去，但却发现霍云生走的是另一边，而那个方向正是研究所外。只要不是去找乔洛，何真就放心了，重新坐下继续吃饭。不过霍云生虽然没去找乔洛，但是去找了研究所所长，他直接去了休息室，哐啷哐啷敲着门，里面的人不耐烦的喊，谁啊？我，霍云生。门很快被打开，霍云生顶着一头怒火，所长想忽视都不行，要是知道是霍云生，他一定装作自己不在，最起码能躲几天是几天。霍先生，你，乔洛怎么还在学校？霍云生打断了他的话，直接问道。所长叹了口气，指道，你的话小李已经传达给我了，原本我也确实劝退了乔洛，但是这件事不是我能做决定的。他这一番话很巧妙地暗示了霍云生，乔洛留下来不是因为他想留，而是因为不得不留。霍云生不敢置信，你确定？这有什么好诓你的？霍云生沉默了一下后，大步离开。乔洛一个落魄的贵族，怎么可能让研究所的所长被迫为他保驾护航？才几天没见，乔洛就有背景有靠山了？又是谁竟然能接受这样的 Omega？ 他不由想起了自己亲手将乔洛送了出去之后，乔洛的信息素中多出来的那一股属于 Alpha 的信息素，是那个 Alpha 吗？霍云生被家里宠着长大，向来性格霸道，就算他厌恶乔洛，但现在乔洛名义上还是他的未婚夫，他可以把乔洛送人，可以欺负乔洛，但乔洛一个 Omega 怎么能真的和别人搞在一起？他想要扔掉的东西，凭什么要被别人护着？
霍云生越想越气，他脚步自动走到了乔洛的实验室。然而，原本打算破门而入教训乔洛的他，却骤然停下了脚步。原因无他，透过透明的玻璃门，他看到了里面穿着白色实验服、正神态认真配置药剂的乔洛。乔洛在专注了，专注到根本没注意到门口多了个人。他清丽的眉眼静静地盯着滴管，准确地维持着速度与用量。他的睫毛并不是卷翘的，长长的垂在那里，在眼睑下侧留下一片阴影。很乖。霍云生见过不少 Omega， 虽然一直讨厌乔洛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乔洛确实很特别。他有种清冷的气质，认真之中有一丝固执，懦弱之中又有一丝勇敢，有时候看着就又乖又有点可爱。看到那只白皙骨节分明的手拿起了一瓶药剂，霍云生回过神来，等等，他刚刚在做什么？他怎么能这么想？对这样的 Omega 产生幻想，对他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。所以霍云生的怒火又被添上了一层。他进了实验室，在乔洛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掐住了乔洛的下巴。他的话充满了恶意，你他妈勾引了谁？为了能在研究所待下去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未婚夫？我才是你的 Alpha， 你应该来求我，而不是去找什么莫名其妙的靠山。乔洛被霍云生突如其来的责难吓了一跳，但他也只惊慌了一瞬。乔洛最知道这种情况，什么样的反应能让对方以最快的速度将火气消下去。如果按照霍云生意料之内的反应，那霍云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两人非要吵起来不可，太浪费他宝贵的时间。所以乔洛眉眼淡淡，目光中带有一丝疑惑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？霍云生被他这反应弄得愣了一下。你装什么？什么装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研究所差点待不下去？是你让所长劝退我的吗？乔洛黑白分明的眼睛里蓄满了迷茫和痛心，像是冰凉凉的雪花片，将霍云生腾腾燃烧的怒气消融。有那么一刻，霍云生竟然觉得是自己过分了。他捏着乔洛下巴的力道放松了一点，但嘴上却是理直气壮。是我让他劝退你的，又怎么样？你是 Omega 婚后本就应该只待在 Alpha 的身边，难道你想搞特例？可是，难道你同意这个婚约了？乔洛一句话又将霍云生堵住。他说不同意，自己刚才的话就立不住；说同意，那也是在打他自己的脸。霍云生咬咬牙，眼看着他怒火又要往外冒，乔洛转移了话题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毕竟我只是一个受人嫌弃的 Omega， 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欺凌我。我要是有靠山倒好。乔洛自我厌弃一般，神色落寞。霍云生心里一动，有些看不下去了。乔洛，你装得很好，但是你能待得了一时，难道还能待一世？我就等着你来求我。说完，霍云生就离开了，虽然留下了威胁，但乔洛听得出，那威胁3分真7分假。反正人走了，乔洛松了口气，感觉霍云生情绪很不稳定，以后还是尽量少惹。霍云生要找他，他也躲着，省得生出什么其他的麻烦。乔洛继续专心配药剂，不过目光扫过桌上的日历时，他被今天画的大大的红圈吸引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要去太子殿下那里了。虽然不知道太子殿下到底要他做什么，但乔洛一点都不担心，不仅不担心，还有些期待，应该是让他帮什么忙吧。想到这里，乔洛加快了速度，于是等何真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连轴转的乔洛。乔洛，你这样不累吗？不累，不过今天下午有点事，我要先走了。啊，是该有点事了，不然你那样看的我也很有压力。乔洛早早准备好，从光脑上一收到消息就出了研究所，而之前送他回来的陆平正等在那里。乔先生，请上飞行器。飞行器直达原彻的宫殿，陆平引导着乔洛到达一个房间，房间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，但中间却有着一个大大的木雕屏风。屏风虽然是镂空雕刻，但却并不能看到对面有什么。而乔洛的身前有一个椅子，这是要他做什么？你只要坐在这里释放信息素就好，不要好奇屏风的对面。结束的时候我会敲门，你就可以停止释放了。乔洛点点头，陆平便离开，关上了房门。竟然是让他释放信息素吗？乔洛有些意外，不过已经和殿下做了交易，答应了对方，他就没必要再多问，毕竟只是释放信息素而已，对他来说没什么坏处。乔洛撕开腺体上的信息素隔离贴，一股独属于6味地黄丸的药味就渐渐散开。其实如果仔细闻的话，就可以发现这个味道并不只有苦涩，其实还有淡淡的甜和酸。大多数人觉得苦，只不过是因为很少有 Omega 的信息素是这样的。空气中的信息素越来越浓郁，屏风的另一边，袁彻正在忍受着冰火2重天的感觉。乔洛的信息素能治愈他紊乱多年的精神力，但同时也像是一根羽毛，不断的搔着他心底最痒的地方。眼前不断闪过那晚乔洛的样子，那纤长脆弱的脖颈，瓷白的肌肤，还有红润的唇瓣，身娇体柔的 Omega 就被他压在身下，令他难以克制。作为最顶级的 Alpha， 袁彻有着强大的精神力，但同时也拥有着浓厚的欲念。从前他冷淡异常，以为自己是个特例，直到遇见了乔洛，他才发现自己不是没有，而是没有被挑起过。现在的袁彻已经因为隐忍而满头是汗，青筋暴起。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
他让薛燕将自己牢牢的用手铐禁锢在墙上，幸好他有先见之明，不然这会儿恐怕还真的会。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，敲门声终于响起。因为释放了太多信息素，乔洛觉得自己身体有点虚，坐在那里缓了一段时间，才走出房间。走出去才发现，陆平和薛燕一左一右都站在门口。风一吹，乔洛身上沾染的浓郁信息素被吹散开来。薛燕和陆平身躯一颤，双双流出了鼻血。乔洛，你们下次还是别站这么近了，我的信息素有点。薛燕似乎早有准备，从兜里掏出纸巾，塞给了陆平一些。他一边擦一边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一点鼻血而已，小事情。”说完他又道：“你先别急着走，等下殿下还想和你聊聊。”乔洛点头，薛燕就引着他走向了会客厅。桌子上已经摆了不少零食和水果，都是一般 Omega 喜欢吃的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差不多都准备了一些，你先稍等一下，殿下等下就来。乔洛点头，薛燕拉着一旁没什么存在感的陆平离开。他小声在陆平耳边说：“我去看看殿下，你在这里等。”然后薛燕大步冲到刚刚的那个房间，越过将房间分割成2片区域的屏风。薛燕看到了袁彻沉默的背影，他走过去解开了袁彻手腕上的手铐。“殿下，您没事吧？”说完，一滴血滴到了袁彻的椅子上。袁彻，薛燕，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薛燕完全不逞强，立刻冲了出去。刚刚一急，差点忘了，那房间里可是有着乔洛满满的信息素，那信息素也就只有他们殿下能受得了了。乔洛一个人坐在这里，稍稍有点局促，不过心中更多的是激动。之前去过的是太子殿下办公和用餐的地方，这次来的却是殿下真正住的地方。能和活着的神话走得这么近，简直是令人格外骄傲自豪的一件事。他静静地吃着零食和水果，时不时看向门外。终于在大概15分钟后等到了袁彻。今天的袁彻穿着长服，是简单的白色的丝绸衬衣和黑色长裤，但因为袁彻的身形和脸，这身衣服也变得格外华丽。对上那双湛蓝的眼睛，乔洛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水果。他站起来：“殿下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你尽管坐，别紧张。”袁彻走过来，坐在乔洛的身边。乔洛鼻尖闻到了一股夹杂着睡意的清香，像是刚刚沐浴过的样子。低头是袁彻那双长腿，抬头就能看到那满头银发和星空般的双眼。乔洛为了防止自己脸红，只将视线放在桌子上。“你喜欢吃车厘子？”乔洛愣了一下。袁彻说：“看你吃的车厘子最多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下次我可以让厨师做点车厘子蛋糕。”没想到袁彻会这么细心，不过他也说的确实不错。乔洛笑起来：“好。”袁彻看出乔洛还没有放开，他拿起一个车厘子递给乔洛，然后自己也拿起一个。“吃吧，这个新培育的品种，无籽的，吃起来更方便。”在袁彻的引导下，乔洛也渐渐放开，他主动提起话题：“殿下，现在研究所已经全力支持我的项目了，谢谢你。”“不用谢，本该如此。帝国安稳太久了，许多人养出了惰性，眼中只有权势利益，早就忘了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。”袁彻话锋一转：“不过你为什么选择当药剂师？是受你母亲的影响？有很多方面吧。”乔洛十分真诚：“确实有我母亲的影响，但后来我最大的动力是自己的信息素。所有人都讨厌我的信息素，我的信息素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磨难。我不一直这样下去，我想证明我自己，证明被他们厌恶的信息素也有很大的价值，让他们再也不能嘲笑我，或者是跟我一样的 Omega。” 不过乔洛抬眼看向袁彻：“上次拿来药剂给那些士兵试用，我有了新的想法，药剂师还有更大的价值。”乔洛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越来越亮，袁彻也被他感染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明显。“很好，我相信你以后会有更大的作为。”乔洛朝袁彻一笑。袁彻又道：“我问了你问题，你也可以问问我，想问我什么都可以。”乔洛确实有很多疑问，比如袁彻为什么一直称病不出，或者是为什么让他释放信息素，但他觉得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好奇归好奇，没必要一定知道。乔洛想了想，问袁彻：“殿下，你这些年开心吗？”袁彻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，触及到乔洛真挚的目光，他心里一颤：“你还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人，那要不要你来猜猜？”“我猜你不开心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战神应该会更喜欢战场。”“啊，我不是说你喜欢战争，我的意思是您应该更喜欢自由。总之不是埋没在这看似华丽的城堡内。”眼前的 Omega 只不过是第3次见面，但却能说出这样一番话，说到了袁彻的心坎里。他不禁感慨，难道这真的是他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吗？除了契合的信息素，他们外表下的灵魂似乎也很契合。不过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。袁彻没有说乔洛是否猜对，只是起身走向屋内，从角落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，他将盒子递给乔洛：“打开看看。”乔洛一眼打开，看到了一个玉制的小巧圆环，上面雕刻着赤龙纹，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“这是我参加第1次战役战胜后在那里捡到的一个古玉，我曾经一直将这古玉佩戴在身上，许多人都认得，你可以将它串成手链，当做我们的信物，以后方便行事。”乔洛都有些不敢接：“这么贵重，我要是弄丢了怎么办？”“没事，一枚物件而已。”
乔洛可不信这话，那可是第一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，意义珍贵无比。乔洛接过来，将盒子抱在怀里，殿下放心，我绝对会保管好的。还有，袁彻向门口喊道：“薛燕。”薛燕扬着笑容进来，提着一个袋子。袁彻将那袋子亲手交给乔洛，这是一种特制的隔离贴和一些营养剂，里面有用法，不要省着用，你每次来我都会给你准备好。乔洛怀里抱着，手里提着，看到袁彻温柔的眼神，心中划过暖流，竟有点想哭的感觉。他连忙低下头，忍下那种情绪。谢谢殿下，除了父母，殿下是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一定为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袁彻忍不住抬手摸了一下乔洛的头，温声道：“好了，我让陆平送你回去，早点休息吧。”再次上了飞行器，乔洛才终于有机会抹了一下眼角。他也知道，他和殿下不过是交易，但这样的温暖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。有人会特意注意他的喜好，会担忧他的身体，会鼓励他，和他聊天。虽然这些何真也会做，但何真大多时候需要他来照顾，而在袁彻这里，他却是被照顾的那个，那种得到庇护的感觉，很让人依恋。但乔洛不知道的是，那信物却不仅仅是信物，